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之前看预告得知，小智会遇到卡洛斯地区的钢系铁王燕凯，帮助大葱鸭训练。那么和我一起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吧。小智和小豪拿着大葱在后院对打，小豪哪里是超级真心人的对手，被一葱打翻。小豪并不理解小智拿葱打架的做法，小智表示这是为了感受大葱鸭锻炼的心情。大葱鸭自从输给艾尤雷德后，一直努力练习，自己也不能懈怠。正说着，英博士告诉小智一个使用大葱鸭特训的地方。卡洛斯地区的骑士道之馆，那里是4王之一的燕凯开的。大葱鸭对这个特训地点相当满意，众人正准备动身，小的飞天螳螂却在这时候赶了过来，表示自己也想去。于是众人一起去往卡洛斯地区。小智很顺利的就见到燕凯，通过自我介绍就知道他是个铁血战士。他一看大葱鸭就觉得这家伙非常有潜力，于是现在带小智他们特训。看起来大葱鸭有望成为这季的王牌啊！不停的被人看好，路哈利欧都没有这待遇。接着众人穿上修行铠甲，开始和保姆们一起锻炼。先是在场外跑步，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燕凯派出了大长尾鼻，使用磁力吸引挑战者的铠甲，难度顿时加大。不过众人的毅力相当顽强，没有被大长尾鼻吸走，于是顺利的继续下去。时间跑下来虽然有些累，但好歹是完成出考验。燕凯看到众人的觉悟，居然忍不住飙泪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反差萌吗？接着众人来到不安的迷宫，这是个黑暗的迷宫，让人有些畏惧。不过这也是训练勇气的一关。有趣的是，燕凯把皮神给抓走了，表示这是保尔梦和训练家1对1的羁绊测试，职业选手皮神不能参赛。皮神无奈，想刷点存在感都不行啊。两人没走几步就出现一个分岔路口，小智和小豪只得分开行动。小豪这一边遇到一只骑士蜗牛，飞天螳螂将其击退后继续前进。小智这边遇到一只东东鼠，没错，之前预告里的那个东东鼠画面就是这里的，我就说这不可能是西洞的那只。小智知道东东鼠任由其跳肩膀，却没想到这东东鼠不怀好意，一发蹭的脸颊把小智电得神志不清。可是大葱鸭眼中似乎没有小智，自顾自的行动，这个细节被燕凯看在眼里，似乎他们的羁绊还不够。小智和大葱鸭继续前进，结果到一个死胡同，小智觉得应该绕路，大葱鸭却直接拉着葱攻击墙壁，几下蛮力攻击后居然直接打穿一条道路。燕凯评价大葱鸭一心在自己道路上一往无前的孤高见识，然而目前他对于主人小智的漠视限制了他的水平。大葱鸭自顾自的往前走，却被一个陷阱困住，小智赶忙施救，但这个过程中大葱鸭的本体大葱给掉了下去，于是小智在大葱鸭救上去后自己立马跳下去捡葱。大葱鸭没想到小智这么在意自己，也直接跳下去帮助小智，二人的羁绊逐渐建立。最终小智和小豪在终点汇合，第2实验合格。第3修行也是最后一项，目标是夺走药圈的钥匙，但是这可不是单纯的抢东西。燕凯和剑刃剑怪因为作为敌人挡在他们面前，于是大葱鸭飞天螳螂与剑刃剑怪开始对战。随着这2只保尔梦缠住了剑刃剑怪，突然想到自己也可以去拿钥匙，当然燕凯也知道这点，于是拔剑阻拦。小智和小豪于是也拔剑战斗，众人打作一团，打了一会儿发现不是办法，小智又开始负责拖住敌人的活，让小豪去拿钥匙。不过这边小智和大葱鸭显然差了一点，完全不是叶凯的对手。另一边小豪飞天螳螂也不顺利，被药圈案耍得团团转。另一边大葱鸭见叶凯将攻击到小智，回想之前小智为自己取为大葱的行为，于是不再鲁莽的攻击剑刃剑怪，转身帮助小智挡住叶凯攻击，并且意料之外的学会新技能看穿。切，我还以为他要在这集进化呢，看来进化又要延后了。大葱鸭正想大闹一场，却被小智喊停，因为小豪已经拿到钥匙，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，并且这里大葱鸭已经能够坚定的执行小智的命令，而不是一意孤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拿到钥匙二人通过考验，燕凯给了小豪金属魔，让小豪的飞天螳螂进化成巨蟹螳螂。二人也算是各有收获，并且本集小豪没有够到任何保梦，观感不错。下一集标题为恋爱是可达拉小川的转回。最后注意了，保梦旅途的编剧已经换了，相信后面的剧情一切都会朝正常的方向发展，好起来了兄弟们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